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系列的视频啦。这次我们做的是边缘世界啊，边缘世界小米已经做了好几个系列了，这应该是第4个大型系列。但是之前总有小伙伴给小米留言说这个系列表示看不懂啊，然后 1.2 版本的那个教学有点久了，是4年前做的啊，所以小米考虑再三呢，决定在这个系列呢稍微的给大家多讲一些入门项的内容，希望能帮助更多我的新观众啊，因为跟4年前相比，小米也多了很多新观众，希望能让这些新观众们呢也能爱上这款游戏，并且喜欢看小米的这个系列的视频，好吧？所以这个系列呢，我会做一些这个入门项的多的一些讲解，而不再只是给大家做这个比较剧情项，或者是只是为了打这种爽快的战斗啊。所以这一次打算做一下改变啊。那首先对于新人玩家来说，最关心的是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啊？这款游戏的类型非常的独特啊，以至于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同类的竞品吧。它这个游戏的类型是很特别的，它主打的是一个殖民地模拟，然后主打的是一个战斗的内容啊。有很多小伙伴跟我问的时候问它跟缺氧像不像，它不像啊。缺氧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资源管理，做模块的建造设计这些啊。然后这个游戏更多的是管理一个殖民地，有点像一个故事生成器啊。小人在里边甚至还有悲欢情仇，还可以结婚生子，生老病死。然后呢，在购买这个游戏的时候啊，首先这个游戏有很多个版本啊。如果呢你是一个还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的新人啊，我推荐你呢买的时候就只买本体啊，因为这个游戏很贵啊，它有打折，但是打折的次数很少，而且折扣很低啊。我就推荐你先玩本体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已经玩过本体，觉得很喜欢、感兴趣啊，想要入手 DLC， 这个游戏的这些 DLC 呢，下面这4个我没买的全都不用看啊，没有用啊，这个都是为了支持他们才买的啊，这个对于游戏性上来说没有什么改变，主要看上面4个大型的 DLC。这4个大型 DLC 呢，前2个比较便宜，是早年出的啊，最近出的这2个比较贵，也是这2个贵的比较好玩。我个人的排序呢，就是生物科技大于这个意象，大于皇权，大于文化啊，最后我的排名是文化啊，虽然我这么说，但实际上这4个 DLC 呢，在它当时刚出的时候都是特别好评的。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 DLC 的好评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内容都是很丰富的。只不过呢，由于后2个 DLC 的内容实在是太好玩了，太丰富了，导致前2个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无聊，比较单一啊，内容比较少啊。所以如果你是个新入坑的，我推荐你先买后2个啊，然后想要补全的话再买前2个。这是关于 DLC 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那需要让新人小伙伴知道的是呢，这个游戏是越加 DLC 它越简单啊。如果你玩一个纯净阳版，它的难度是很高的啊，你越加 DLC 它的难度是越简单的，这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那说完了这个游戏购买的版本啊，买了之后你的游戏的左下角就会出现这4个 DLC 的图标啊，证明你已经开启了哪些 DLC 啊。然后呢，这个游戏呢，由于它也是一个老游戏了啊，它能存活至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mod 生态做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模组是一个不得不谈的内容啊。它跟这个星露谷物语还不像啊，它没有办法玩纯净原版。我个人对于环世界的评价就是没有办法玩纯净原版啊，纯净原版真的是太难玩了啊，不好玩，而且我还是推荐大家用模组啊。那模组呢，如果你是一个刚入坑的新人小伙伴，头一次看我的视频啊，我推荐你就一键订阅我的合集啊。首先呢，来到你的这个 Steam 库里，打开你的这个 RimWorld， 你需要一个能打开创意工坊的一个加速器啊，现在有很多免费的加速器是可以帮你打开这个创意工坊的，你自己去搜啊。打开这个创意工坊之后呢，选择浏览，选择合集，在这个合集里边选择小米米莎 1.5 搜索啊，然后第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合集啊。我这个系列的合集里边呢，只加了一些大多数吧，90%的模组都是一些 UI 项的，一些这个改变游戏的这个方便大家游玩的，还有少数呢是比如说这个美观度的啊这些东西啊，只有极少数是对游戏的内容是有所改变的啊，大多数都是优化体验的。我会把这个对内容改变的模组呢，在游戏里会重点的给大家介绍啊，包括一些这个有一些图标改变的地方呢，我在游戏里也会给大家进行介绍。我在这个开篇的这一期里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我在这边大致的给大家浏览一下啊。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呢，你就直接一键订阅就好了。你订阅完了之后，你要启用模组啊，不启用等于没有。然后选择 Mod 配置，你第一次进来这个模组配置的这个界面跟我的可能长得不一样，我这里是有一个模组的管理器的，你就把所有的模组都启用，然后保存并应用，这个游戏会重启。重启之后呢，你再进入到这个模组配置的页面呢，你就跟我的这个界面应该是一样的了。然后你一定要选择让它自动排序啊，让它帮你把这个模组进行排序。也就是说，你需要1订阅，2启用，3重启，4排序，再重启，然后你再进入到游戏，你的这个模组就生效了。然后小米的这个模组进来是有一点点红字的啊，但是并不太影响啊，我个人就不 care 这件事儿，我就给擦掉就可以了。这个红字呢，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系列的更新目标啊，因为现在的游戏版本，当你拥有了4个全部的 DLC 之后，你的游戏里应该一共有最多5种不同的结局方式啊。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啊，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的第1期点赞每过1万，我就在我的这个教学系列里多录1种结局的形式啊。那点赞到5万封顶了，我们就把5种的结局的形式都给大家录出来啊。因为我去看了一下整个 B 站，好像也没有人去做5种不同的结局通关都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如果要做的话，我可以考虑去给他做一下啊。所以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看大家的这个热情支持了。那如果点赞没到1万的话，那就只做，或者是刚过1万的话，我们就只做一个意向 DLC 的通关结局，好吧？这就是我们游戏的一个通关目标。好的，然后呢，这些都说完啊，我们就进入到新建殖民地的环节啊。然后由于我跟大家说了，这游戏主打的就是一个战斗啊，战斗是它的最核心也是最好玩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游戏的难度你不能开得太低啊。你难度开得太低了呢，你就体验不到它的好玩的地方了啊。然后这个剧本上来呢，如果你的 DLC 全的话，你没有 DLC 的话，你就只有4个剧本：迫降、失落的部落、富有探险家和赤裸的暴行啊。这4个是默认剧本。然后机械师和血族是生物科技加的，意象是意象的 DLC 加的啊。所以就是这几个剧本啊。如果你是一个新人玩家，推荐你就选迫降就好了，其他的这些你也不用看，先玩1周末啊，就选迫降，然后选继续就好了。那我们作为一个全 DLC 的内容，我们肯定是先给大家做这个意象 DLC 的内容啊，我们就选一个意象开局。最开始这个意象开局呢是2个小人加1个食尸鬼啊，我个人觉得那个版本更难一些，现在这个版本的难度下降了，3个小人加1个食尸鬼很强啊。好，然后进入到叙事者，叙事者什么意思呢？你就可以理解为事件刷新的模式啊。经典的模式呢，就是按照前面的事件少，后边的事件越来越频啊，不能叫越来越频啊，就后边的事件难度和这个密度会增加啊，到一个这个瓶颈值，然后它会以一个很高的频率一直在刷新，比较规则的刷新啊。然后前边简单，后边难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呢，非比啊就是很简单，事件刷新的间隔很长，而且呢这个难度也会有所降低啊。我个人很不推荐大家玩非比啊，因为我自己入坑环世界的时候，我就是玩了这个几个月吧，非比难度的环世界，我觉得这游戏真无聊，有什么好玩的，没啥意思啊。直到后边我开始上这个难度，知道这个难度高了的乐趣之后，我才找到这个游戏的乐趣啊。所以我不推荐新人玩家玩非比啊，你一个新人玩家，我推荐你玩卡森德拉啊。然后我们做视频嘛，我们就选择蓝迪啊，蓝迪随机性更强，它有可能给你连续的好几个好事儿，也有可能给你3连坏事啊，这个视频比较好看啊，所以我们就选择蓝迪。然后比较重要的呢是下面的这里的难度啊，叙事者还无所谓啊，下面的这个叙事者影响的是事件刷新的这个频率，难度才是真正影响难度的啊。如果你是一个原版玩家，没有任何的 DLC， 我就建议你选孤星探险或者荒野求生，这个难度就比较适中了啊。然后选一个这个卡桑德拉。那如果你是有 DLC 的，没有一个 DLC， 你可以加一个难度啊。像我们4个 DLC 都有啊，最打底的你得玩一个冷酷无情啊，这是最打底的啊！你不玩冷酷无情，我觉得这个4个 DLC 的强度实在太高了，你就很没意思啊，很无聊啊。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会自定义的4个 DLC 先推荐你冷酷无情啊，没有一个 DLC 你可以稍微的增加一点难度，原版就建议你选荒野求生或者是孤星探险，这2个难度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呢就选择自定义啊，自定义在下面呢，你这里就可以设置模板了，你也可以在这里去很这个方便你去看到这几个模板下的这几个难度下的这个难度系数区别究竟在哪儿，这下面的具体数值这里都有，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了啊。我们就以最高难度啊这个冷酷无情为这个模板来进行设置，然后我们就选普通模式啊，硬核模式就只有一个存档啊。然后呢，导入这个模板之后呢，首先把袭击拉到最大啊，500，这肯定没话说啊。然后我们在这里会做一些修正，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事件我会给它取消掉啊，比如说深钻井丛我就很讨厌，
除非玩冰盖啊，否则我一般不开这个，因为冰盖缺吃的嘛。除了冰盖以外，不太缺吃的地方我都不开这个深转体虫，还太烦了啊。然后死中囚犯也很烦，我建议关掉啊。然后就是儿童很烦，我建议关掉啊。这个一来是吧，咱这个杀儿童总觉得不好；二是这个儿童的培养很烦啊，我不太喜欢，我就会把这个儿童给直接禁用掉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改啊，都是我们的这个冷酷无情500难度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然后我们再继续，再继续呢，这里是派系，派系里呢是有敌对派系和友好派系之分的啊。你可以人为的在这边再多加派系，你也可以不管啊。我这里呢会额外的再加一个敌对的这个粗野外来者联盟的这个派系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文化 DLC 的话，你可能跟我的派系不一样啊。这里是有文化 DLC 的内容的，你可以看到把这个放到派系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异种人成员里，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种组成啊，这是文化 DLC 的内容啊。然后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它的这个都是侏罗种，这里都是侏人种啊，这都是泥人种，这都是炎魔种啊，这乌海种、毛绒种啊，反正就来的人吧，智人种就很少。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智人种的，所以我加一个外来者敌对派系，希望能多刷一点智人种来，让我们方便招收成员啊。这是我加了一个派系。然后种子这里呢，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种子啊。覆盖率呢，我们选择50%啊。然后人口密度我建议调高一点啊，人口密度我调高了2级。污染我们直接拉到最高啊，污染拉到最高。如果你是有生物科技 DLC 的话，这个东西是一个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啊。如果你没有生物技术 DLC 的话呢，我建议你就默认5%，甚至你全拉没也无所谓啊。你有生物技术的话，建议你还是把这个污染拉满啊。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生成世界。接下来呢，你就会进入到选择着陆点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啊。在这个界面里呢，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几件事儿，一个是地图上这些图标，就代表着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派系啊。你可以点击这里看到哪些是友好的，哪一些是敌对的，绝大多数都是敌对的啊，只有2家友好，一个是小紫，一个是小黄，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然后，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让我们的着陆点挨着小紫或者是小黄，最好是小紫啊。小紫和小黄最大的区别，小紫是这种科技比较发达的文明，小黄是原始部落啊，所以小紫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做贸易的啊，所以我们要紧挨着小紫来进行迫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地形，这些地形都有一些说法，小米会把这些地形的一些优缺点给大家在这里稍微的列一下。如果是以前我会推荐大家玩温带森林，对吧？但是我玩了这么久的环世界以后，我现在觉得有这个最适合新人小伙伴的、最适合萌新的一个迫降地点其实是干旱灌木园啊。左下角这里会写地形，干旱灌木园的这个缺点就是它的树没有温带森林多，树和动物没有温带森林多，但是它的优点很明显，它全年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生长期，它全年都可以生长，它全年都可以种地啊。而这个游戏靠种地发家致富，对于萌新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它远比什么打猎啊这些东西来的友好啊。而且这个温带灌木园的话，它的冬天不冷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夏天，你只要准备夏天的衣服就好了，不需要应对1年4季啊。而你如果选择温带森林呢，你还要应对1年4季，还要准备冬天和夏天的衣服，这个还是对于萌新来说不太友好的啊。我现在推荐萌新玩呢，就是推荐玩这个干旱灌木园，比如说这里就有2个小紫，对吧？你就在这个中间找一个位置啊，不能太近啊，要离它5格距离以上去降落啊。这个太近的话会降它的好感度啊。你在它俩中间选一个点，在这个干旱灌木园一降，我觉得就很不错了啊。这个地方的小地图是模组的功能啊，这里是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我选择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2个小紫的这个位置。我们这次要降沙漠啊，沙漠的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没有树啊。它没有树，就前期你很多能用木头造的便宜的东西它都造不了啊。然后呢，它动物也很少啊，你基本上没有办法打猎。但是它也有干旱灌木园的这个优点啊，就是它全年都可以种地啊。所以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是靠种地啊。我们通过这里呢看这个绿色的地块，绿色的地块是可公种的地方啊。然后这种深色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些大石头啊。这个大石头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基地规划的。当然，如果你搞一个全是石头的环着的地方，搞这个山顶洞人也不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我们呢，就是要避开一些这大石头，因为我们是要做大基地的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大基地啊，所以要做一个大基地的规划啊。这个图好
好像还可以吧，中间有一片可耕种的土地，我们一般来说把基地会放在地图的正中央啊，这样比较好规划一些啊。那我们要不就选这个点啊。然后如果是以前的话呢，原版玩家我还要建议你去看一下岩石类型是不是有花岗岩和大理石。但是由于我们打了模组啊，模组里边有这样一个模组是可以把任意种类的石砖进行相互转化的，这个模组超好用，而且有点正义啊。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模组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模组，石头的种类我们也不用看了啊。如果你不打模组呢，就一定要最好要有花岗岩和大理石啊，这两个石头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就是你看种地的时间以及全年的平均温度啊就可以了。污染程度我们有 DLC， 所以就不用管啊，没关系的。好，那我们就选择在这个位置。你要想看这个，要把这个地形的变迁卡给它打开啊。然后我们再在高级里呢，把我们的这个格子改成275乘275的，这样这个格子大一些啊。好，我们来继续。接下来的这个界面呢，就是文化 DLC 的内容啦。如果你没有文化 DLC， 你就没有这个界面啊。我还是那句话，每一个 DLC 都是帮你降低难度的啊。之前我们都是选择固定模式啊，这次我们选择一个演进模式啊，来试试演进模式的这个玩法啊。然后这边我们就选一个机械神教吧，选一个机械神教。第一个啊，你如果选择演进的这个开局啊，对于萌新小伙伴，我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懵了啊。懵了没关系，你就照着一模一样选就行了。你不懂是啥含义也没关系啊，先照着一模一样选，进到游戏里自己体验一把，你才能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咋回事啊。不体验，我再怎么讲，再怎么细也没有用啊，都是纸上谈兵啊。所以你就快速的跟我把这个地方全选完，全过去就好了啊。然后开局魔音呢，我个人只推荐霸权或者是人类至上开啊，这两个哪个开都可以啊。我这里就选择霸权主义开了啊。好。霸权主义开了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的设置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改一下图标啊，我们就改一个好看一点的吧，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我稍微的把这个地方进行一下边界啊。好，我们这边起了个名字叫做克苏鲁神教啊，毕竟我们要玩异象 DLC 啊，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稍微的选一下风格。风格的话呢，我一般选泛灵和这个民俗啊，这两个东西会稍微的影响你的这个外观，一些东西的外观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写到简易头盔啊、桌子啊什么的，这些外观会受到影响啊，雕塑啊这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小人看到这些有文化样式的东西是可以加一些心情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建议要选一下啊。选一些东西可以改变一下你基地里的一些外观设置啊，这个是这里。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演进文化所独有的啊，是我们的发展点数，这个不用管啊。然后我们再往下呢，奴隶制我们就选择认可就好了，不要推崇。装束啊，我们都选择无规则啊，允许摘除器官，一定要认可啊，这是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食人也一定要认可啊，所以为什么说 DLC 降低难度呢？光一个食人认可就可以把难度直接降低50%啊。光这个食人和摘器官就降50%。失明我们不能选啊，尸体我们一定要选择末世啊，还有这个尸体末世也很重要啊。然后处决我们也是末世啊，不用必须啊。多元文化我们就选择认同就好了。一样的思想会加啊，不一样的思想啊不一样的思想会加，那我们就选择温和的偏见，看啊，我们就选择一个有加没减的就行，那就中立吧。中立，不同思想的领袖还是减啊。认同呢？认同吧，那就认同啊。就是不同的思想会加，一致的思想也不会减啊，就是一个没有加减加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否则你选别的的话呢，还会减啊，因为文化还是洗的挺慢的，我们就改成这种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就可以了。不正面的我们也不要了啊。虫肉我们可以选一个喜爱啊，万一有虫子来加餐的话，还能加点心情。肉欲我们选择推崇啊，并因为小人是吧？快乐总是好的，会加心情。然后夫妻这些不用管，营养膏改不了，科研速度一定要选成非常快啊，否则很折磨啊。我们就选择非常快就好了。然后疤痕没有啊，改不了。消逝渴望挺好的，可以加心情啊。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改啊，不用改。但是我们要添加戒律，在这里可以选择添加，能添加的种类是跟你前面选择的这个魔音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就只有一个魔音，所以能添加的比较少。但是我们要添加一个虚空调查及高效啊，这个是让我们调查虚空的效率可以提高150%，强烈建议加上啊。还是那句话啊，能够那啥的还是要加一下。然后可以再加一个心灵仪式推崇啊，心灵仪式是我们意向 DLC 的内容啊。当我们做这个心灵仪式的时候，会有心情的增益啊。当然时间长不举行会有减益啊。但是我们 DLC 心灵仪式举办的这个频率还是挺高的，主要是它可以加这个心灵仪式效果偏移加10%啊。能影响心灵仪式效果的这个东西不多啊，能选一个推崇，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啊。你前期如果不想开仪式的，你可以先不选啊，等到后边，因为我们是演进文化，只要我们的发展点数到达10之后，我们再把它选进来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后期的心灵仪式的效果是比较这个 care 的，前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现在我们先给它移除掉。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后边我们会把它选进来啊。然后职位这里先不用管它，我们先把它往下选啊，先选择这个建筑呢。选这个小坐垫，一定要选那个小贵垫啊，小的这个啊，不要选大的。有一个大的，你看这个是大的，不要这个大的，要这个小的啊。然后建筑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小祭坛啊，这都是最简单的建筑啊，选一个小祭坛啊就可以了。所有的文化基本都能选啊。圣物我个人建议还是加一个啊。虽然圣物的任务我们未必去做啊，但是圣物还是建议加一个。这一个系列呢，我是打算用远程而不用近战的啊，所以我们就加一个远程武器好了。加一个啥呢？随便吧。加一个宿舍好了啊，随便选一个啊。这个东西我们未必会去找啊。然后武器这里我们要添加一下，武器这里呢我们要添加这个近战和远程武器。我们右键它选择交换啊，然后我们要推崇远程鄙夷近战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拿远程武器啊，近战交给食尸鬼去做啊。圣兽我这里会加，你跟你自己的需求选择加不加。我这里的圣兽肯定是我们小猫猫了。可以看一下啊，圣兽如果死了的话会减心情，吃圣兽肉也会减心情。那猫我们一般不会杀吧？那而且殖民地附近只要有大量的猫的会加这个心情啊，我还是很喜欢养猫的，我会加一个异种人，这里我就不加了啊。然后偏好服装这里我们就要选择啊这个衬衫深刻啊，这个是可以加心情的。外观这里我建议把这个前面的我们原版的这些的都选择重布啊，然后我家的模组的这个给它改成通常啊，然后原版的这些都选择从布就完成就可以了啊，这样就行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改这个职位啊。职位这里呢，它会有一个我们要编辑一下，要把这个给它移除掉啊，把这个衣服给它移除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衬衫加进去了。如果你下边没选衬衫的话，你这里加不了啊。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加衬衫了。这个衬衫就会变成这个职位所必须的一件衣服啊。但是由于我们所有殖民地的人，所有的人都会穿衬衫，所以这就无所谓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衬衫就可以给它编辑到这里来啊。我们这里就选择衬衫啊。然后我们就编辑啊，这个可以格斗专家可以直接给它移除掉，我们用不上啊。然后我们选择编辑移除，然后选择衬衫完成啊，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只要默认的这两个加一个设计专家啊，后边还会有生产专家就可以了。然后最重要的呢也是最麻烦的就是仪式啊，仪式建议就先全移除，然后添加6个社会节日啊。直接6个社会节日，仪式是我们积累发展点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啊，就是这个点数啊，所以我们仪式一定要尽量简单，社会节日是举行起来最简单的。然后我们选择每个节日进行编辑，改成任意时候。然后呢，这里我们选择3个选择随机派系的好感度啊，附近派系的。所以你在做降落点的时候，一定要降在小紫附近啊。我们这里是用来加小紫好感度的，你别加到敌对派系上啊，这就对我们前期就没有用了啊。我们选择3个是加这个附近派系的好感度，3个是摇人啊，因为现在版本有别的摇人方法了，我们可以用仪式摇人啊，这个随机招募啊，改成这个随机招募啊，这个一定要改成任意时候啊，否则你还得在固定的时间点去举办仪式这个节日，不举办小人还会扣心情啊，很烦啊。所以3个是摇人的，3个是加好感的。那这里文化 DLC 的内容我们就设置完了啊，我这里保存一下。
好，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捏人环节了。捏人环节就复杂了，我们先进异种人编辑器啊。异种人编辑器这是生物技术 DLC 才有的内容啊，它里面包含超多的基因啊。你看着可能很复杂很头疼，对吧？你不用管哈，你按照我的去捏好了。我这里已经捏好了啊。首先我们先来加载一下，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师手工专家啊。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基地里，就我们3个殖民者，一个食尸鬼嘛，我们3个殖民者一定要分开来捏啊。我们来说一个一个来看啊。酸性喷吐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基因，前期很好用啊。然后血缘化就是让我们有一些血缘质相关的技能，一定要有血缘化之后，我们才能选择血缘相关的这个技能啊。包括伤口凝结和长月下肢这2个现在基本上是版本答案啊。基本上是必选的，然后血缘耗散的会加速小人的这个血缘消耗。如果你的点数能配平，这个我建议就别选。如果你配不平的，你就选一下。什么叫配平呢？如果假如说我们把它不选的话，你会发现代谢率啊，它这里变成了-6，最小它告诉你是-5，代谢率负的越大，你的小人饿得越快，食物消耗速度越高啊。所以你最好给它配成0，你配成正数也行。正数的话，小人就饿得慢，食物消耗就少啊。但是你如果配不平呢，你就可以加一个血缘耗散啊，这是用来配平用的。但是它还是比较烦的啊，它的负面还是有的。所以这几个啊血缘相关的我们就说完了，然后就是免疫，选一个强免疫，快速愈合，超速凝血啊，这都是很强的这样的基因。然后心灵伴侣是我个人很喜欢用的一个基因啊，是给小人加心情用的啊。然后急行啊，急不如飞，要的太多了，我们选一个急行。天性豁达，这个小人心情比较好，不容易崩溃啊。然后因为我们是在热带地区啊，所以我们畏寒，但是我们要超耐热，这样小人不容易中暑啊。然后因为我们把毒素拉到了100%，所以我们要一个毒素免疫啊，这一个就能抵掉所有。然后再要一个火焰抗性啊。然后呢，好斗是用来平衡点数的，好斗无所谓啊，就是小人崩溃了容易打架啊，但是打架也可以，不用管啊。然后呢，皮是一定要选啊，这个可以让我们小人的比较耐造啊。其实最好还再加一个痛觉钝感啊，但是我这里没配平，我痛觉钝感没选啊，你自己看。不育啊，因为我不喜欢玩这个生育的这一套东西啊，就是生宝宝培养宝宝的这一套啊，所以我的这个小人会点不育来平衡点数啊。然后呢，魅力这方面的，因为有心灵伴侣，所以魅力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点你就点一下，缺乏魅力问题也不大，但我个人不太喜欢，我就不点了。然后中间这些都是不消耗点数的，都是改变小人样貌的，这个就无所谓啊。然后再往下来，细胞失控就是小人更容易生病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其实虽然你点了这个细胞失控，寿命虽然说是看起来损失了很多啊，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档一般玩不了那么久啊，大多数情况他说里说的什么患癌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大多数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也是用来平衡点数的啊。但你看你个人想选你可以选啊，你如果把这个选了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把这个超凡基因给打开超凡基因里边有一个这个不会患各种各样的疾病的那个，给它平衡一下，你这个细胞失控就是等于完全无害的。但我个人就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把这细胞失控打上了。污染刺激是我们100%污染的一个，在污染的环境下我们反而有增益啊。然后不可阻挡这个是近战必点的，但是我个人喜欢把我们前3个小人都选上啊，所以就选上了。由于我这是一个机械师，也是一个生产大师啊，所以我们把细长手指和光滑尾巴都是加我们的操作能力的，这个选上啊。然后由于我们这个是有职业的，所以我们把一些我们根本用不上的职业就给它全都选成无能，比如说格斗、采矿、烹饪、种植、驯兽、艺术啊，这些就全都无能就可以了。然后呢，精神药物依赖，这也是用来平衡点数的，这个东西有负面，但是它比较好平衡啊，所以用来平衡点数是挺不错的，所以最后给它配成了0，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板啊。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剩下几个小人啊，刚才看了一个机械师手工专家，接下来看一个大厨啊。大厨跟手工专家相比呢，去掉了手工专家加操作的那些基因啊，加了一个并且加了这个建造无能和这个手工无能，把这个烹饪和种植去掉了，它主要是负责我们基地里的烹饪和种植的，并且额外的加了一个心灵的敏感啊，因为我们这个灵能大厨是要做灵能的啊，它需要有一定的心灵敏感度，你的心灵敏感度越高呢，你的这个灵能的小人的灵能恢复速度越快，而且他作为基地里做饭的人，他自己要有一个铁胃，他并不会食物中毒啊，他自己不会食物中毒呢，就不会
会就是受到食物中毒的影响而做出更不好的食物，导致整个基地的所有人都食物中毒啊。所以主要的这个大厨呢，一定要有一个铁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厨子的一个基因的模板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3个小人是我们的灵能采矿，这个小人的基因选择就比较这个松弛啊，因为他只需要负责采矿，其他的东西他都不太需要用它做，但是他需要有灵能，所以他的这个技能选择上呢，我们加了很多的无能进去啊。但是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痛觉钝感、皮视，然后不可阻挡啊，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心灵敏感，这些都是它必须的啊。这是灵能采矿的小人，而且他虽然说是采矿呢，他是我们基地里的最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啊。比如说大厨因有事儿不能做饭了，他也可以做一点饭，所以我没有点烹饪无能。比如说这个医生不在了，他也需要一点这个医疗的能力啊，所以我也没点医疗无能啊。然后由于他就只负责采矿，他平常基本啥事不干，所以他是主要负责制持的，主要负责做研究的，所以制持无能也不要点啊。这是我对于这第3个人的一个定位啊。那第4个小人呢，我们就是我们的食尸鬼啊。食尸鬼它是吃所有的被动基因，所有的主动基因它都不吃啊，而且它并没有什么心情啊、舒适度啊那些的需求，所以你就可劲儿点。食尸鬼的点数是最好点的，而且由于食尸鬼它本身的特性就是比较能吃啊，我们可以通过基因方面就首先让它的饥饿度下降，就变慢啊，就降低了它吃饭的这个速度。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快速消化啊，就是生食，我们吃生的东西的营养系数提高了180%啊，也就是原本的营养系数就是决定同样的食物量，如果营养度越高，这个小孩吃的这个越容易吃饱啊，那你营养度越低，你就需要吃老多的才能吃饱啊，就这么回事啊。你提高了营养度，就变相的降低了小人的这个吃的需要的食物量啊。这个是必点的，然后食尸鬼必点的，比如说疾步如飞啊，一缕之故是用来平衡点数的，心灵这个也平衡点数，然后毒素免疫、火焰抗性这都必点啊，然后超速愈合啊，超凝血，然后皮视不可阻挡、快速消化格动超群啊，然后这个还有吗？痛觉钝感也无所谓啊，因为食尸鬼是没有痛觉的，它不需要痛觉钝感，但是它一定要有不可阻挡啊，也一定要有皮视啊，成伤系数降低，并且不会被敌人就是给阻役啊，阻役就是敌人使用一些重武器的时候可能会打你一个硬直，它不会有这个硬直啊，这个都是必点的啊，这个就是食尸鬼啊，所以有了这4个基因之后，我们在做小人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捏小人的时候，我一般来说我就会先揉一个好看的哈，就是外观上你觉得好看的，因为我们是意象DLC开始穿的是白大褂啊，哎，这个小人还不错啊，你就觉得外观上好看啊，外观我觉得改的比较麻烦啊，所以就揉一个外观我们觉得好看的啊，能看得过去的。这个长出来的那个血肉胳膊是我们意象 DLC 里加的那种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血肉的这个东西啊，我也不会选择非人化，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负面的，我就不点了，我就不选了。所以我这边呢来随机一下小人，等我捏好了再来给大家看啊。好，我们在这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人物编辑器怎么用啊。首先你要在这个外面先把基因选好啊，先把我们这4个人的基因先选好，然后呢选择你要编辑的人物啊，挑好一个外观，进入人物编辑器，就是模组的界面。进入之后呢，你还可以对于外观这边进行微调啊，然后主要改的是右边的这个啊。首先你看到它无法从事暴力行为啊，这是由于某一个这个什么带来的啊，这个经历带来的，经历的这个故事呢会影响他的一些技能和无法从事的工作啊。我们选上没有技能限制这个，然后选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啊，稍微的选一下对我们没有什么增益减益的就行啊，比如说这个就还可以啊。然后这边建造的其实不太好啊，我们也勾上这个啊。
因为这个小人是主要负责建造的，我们最好有一些建造上的加成，但是没有的话，我们自己往上点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这个模组的好处啊，就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啊，你就直接自己往上点也可以。然后把这个背景选好，让这个无法从事这里不要有任何工作是无法从事的。然后呢，在这边技能这里，这个图标我是有模组所以改过啊，这个半颗星就是单火，2颗星是这个满星就是双火啊。火代表着对于这个事情的兴趣度啊，然后我们每个小人的最低啊，你要想让他擅长的技能最低的技能点数是8点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8点的保底，一个小火加上8点的技能保底啊。因为他是机械师加手工专家啊，所以这个建造手工他肯定要高啊。然后医疗，我个人建议整个殖民地里的小人都要高啊。然后他是我们殖民地里唯一一个没有点社交相关基因缺失的人啊，所以他的社交也要高，我们直接给一个双火啊。至于智识嘛，我们给一个小火就无所谓了啊。这边这2个技能它都是一个保底技能啊，都是顶缺的啊，都无所谓。它主要负责社交、手工、建造、射击啊，这是它主要的。我们把这个给它弄好就可以。然后特性这里，它如果之前有一些负面特性，按这个减号，然后你就把这个负面特性就可以删掉。然后我们在这里自己去手动添加。首先版本答案啊，坚韧是必须的。然后呢，对于我们这种纯射击流派来说，我们乱开枪减少我们瞄准时间，虽然精度下降，但是无所谓啊。乱开枪坚韧是版本答案。然后它由于不是灵能，所以它并不需要有灵能相关，可以点个工作狂啊，全局工作系数增加，它能干更多的活啊，干得更快。然后我一般添加4个啊，这个正义一点，虽然正义，但是我个人觉得是玩的舒服最重要啊，看自己啊。然后这边有一些红色的，这个红色都是我们意向 DLC 新加的，这些东西你虽然在你的开局小人上能选，但是实际上理论上是不该出现在开局小人身上的啊。我这里提一下，如果你想选的，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开心果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加心情加挺多的啊，但是我们就不选了，我们再加一个意志如钢啊。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么选啊，坚韧、乱开枪和意志如钢是必须的。然后有需要心灵敏感的选心灵敏感，没有需要的就选工作扛啊。我们这个3+1的这个模式就这么选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货物，他身上有可能会带一些东西啊，这个不用管啊。然后你看他带的东西和跟他的健康这个属性是有关的，我们点这个减号，把这个跟他的健康有关的影响的这个负面的东西给它去掉啊。这个货物你想去就去，不去你就搁这儿也无所谓啊。然后需求这里看一下没有什么别的，一定要是社交这里有些乱七八糟的亲戚，摁这个减号给它删掉啊。这个亲戚死了会降超多的心情啊，这些都检查一遍没有问题。然后我们选择保存啊，你就可以保存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最好给它改个名字啊。我们这个系列呢，由于是一个教学系列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起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就按照它的职业特性给它命名吧。我们这边写一个机械师好了。我们给它按照序号来进行命名，然后给它做一个保存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食尸鬼。食尸鬼其他的这些技能默认都是没有的，它只有这2技，但实际上只有格斗有用啊。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火不火的都无所谓啊，格斗直接就拉满啊，别跟自己为难啊，这些东西都不要，都无所谓的啊，这些都不要，就是直接20点格斗就可以了。食尸鬼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改一下它的这个特性。还是那句话，一些被动的特性它都是能吃到的。坚韧啊，首先肯定是可以吃啊。然后呢，敏捷啊，能增加我们近战的闪避系数啊，要加。然后呢，我们的疾步如飞啊，再次增加我们的这个小人的移动速度啊。然后呢，再加上最后一个就是格斗者，格斗者能够增加近战命中率啊，主要就是要近战命中率，它这个加不加4的都无所谓啊，这几个是食尸鬼最强的一个搭配啊。至于无法从事什么工作，这些都不重要哦。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小人的年龄不能太小，也不能太老啊，太老会容易在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啊。太小的话呢，它会有这个一些技能的减益啊，所以不要太小也不要太老啊，30-40岁、20-30岁都可以啊。至于食尸鬼就无所谓了啊。然后食尸鬼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货物啊，但是健康这里要看一下啊，把这个都去掉，这2个是食尸鬼自带的，可别去掉啊。语言能力食尸鬼就是不会说话的，无所谓啊。然后也没有社交，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里就给它取名一下，这个叫做 A 啊，我们食尸鬼就用 ABC 来编号就好了啊，叫做老大，
我们老大啊，这是我们食尸鬼序列的编号啊，然后我们也给它做一下保存啊。那整个3个小人就捏完了，捏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带的人数会在上面啊，已选择的在上面，下面会看到我们团队的技能，可以看到团队的平均技能都是8点啊，除了这个近战以外，然后你再在这个界面上做一下检查啊，比如说有没有带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个点数点的对不对啊，特性对不对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这边也选完，我们就终于可以开始了。小米思考了一下，因为这期视频已经很长了，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有关游戏设置的内容啊，所以没办法再进入游戏进行开展了。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阵地的规划图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萌新的玩家呢，小米推荐你就别看了啊，看你也看不懂，你就随着我的视频一点点造，或者你把这个进行一个截图，或者我把这个存档分享出来啊，你去自己加载这个存档，你自己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修改或者是模仿都可以啊。这就是整个我的阵地设计图，我可能会单出一期视频去给大家讲一讲我阵地的设计思路啊。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多的话，我就单出一期视频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融合到我的整个系列的流程里啊，再来给大家慢慢讲解。好的，那本期视频小米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